我要带你去看没有游客的伦敦。今天我们先到 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加广场，和去 Whitehall 白厅看禁卫骑兵站岗。距离我上次来伦敦市中心已经有半年之久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世界著名旅游景点伦敦少了游客，多半的上班族、通勤者都还是在家工作。在街上走动的行人或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比平时少了很多。从 Charing Cross 地铁站出来就是 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加广场，这里是大伦敦西敏市著名的广场。复活节有精彩话剧演出，圣诞节、新年除夕，很多人围着几层楼高的圣诞树在这里玩得通宵达旦。这里也是很多游行人士聚会的地方。广场中间耸立着英国著名海军名将 Nelson 的纪念碑和铜像。广场的北面是国家美术馆，平常会有一些街头艺术家在地上作画。特拉法加广场有很多鸽子，所以又称为鸽子广场。加拿大领事馆就在西面，因为我也是加拿大公民，看见枫叶国旗当然特别有感觉。西北角第4基座是专门给艺术家摆公共艺术创作的地方。第13项作品终结 The End 就是眼前这个巨大的打发鲜奶油，上面点缀着一颗樱桃，停了一只苍蝇和一台无人拍摄机。民众可以透过无人机在网络上看实景，只是角度有限。看看别人在这里做什么。很好，这些人群聚不超过政府规定的6人限制。或者你也可以看见自己。柱底四周是4只巨型的铜狮，现在这里也都封起来了。平时呢，会有非常多人爬到那狮子上面去骑坐。那现在就是避免人与人的接触，所以这些都围起来。只可远看，不可亵玩焉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白厅街看皇家骑兵，过了马路就是白厅街。
比起 Trafalgar Square 里任何的铜像历史来得久。这个是 King Charles I， 它看起来不高，它到底是真的不高呢，还是因为比例的关系？马的左前蹄打印着这一尊在1633年由一位法国艺术家打造的黄铜像，也是英国第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骑马铜像。查尔斯一世左手拉着马缰，右手握着棍条。查理斯一世被砍头后，铜像经过被贩售、私藏和归还，最后由查尔斯二世在1675年将这尊铜像耸立在这个小安全岛至今。对于在伦敦一区工作的上班族或居民，看见警车开路见怪不怪。这里又离白金汉宫这么近。这台 Jaguar 首款全电跑车，里面坐着一位金黄色头发的中年女士。至于是谁，伦敦人也没有那么好奇。白厅街是伦敦一条很著名的街道，它因1622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建筑的王宫白厅 Whitehall 而著名。白厅街大约半公里，直通国会大厦和大笨钟。街道的两侧是英国政府主要部门集中办公处。哇，你看那么冷清，非常少见。骑兵卫队总部是位于伦敦的一座帕拉第奥式建筑，现在这里是皇家骑兵卫队的司令官本部。室内的底层仍然保留马厩，供担任卫兵任务的军马使用。骑兵卫队总部大楼有2座骑兵岗亭，平日有禁卫骑兵站岗，并定时进行交接仪式。正对面是白厅，再走几步就是英国首相的办公间住宿，唐宁街10号。像皇家士兵这边前面冷冷清清，这种场面真的是非常难得，就有点像过年时的台北。你若是台北人，你知道我在讲啥？在 Whitehall 的正对面就是 King Charles I被斩头的地方，就在我身后。听说他被斩头的前一刻，刽子手还问他说：“你会原谅我吗？” King Charles I就跟他说：“不会。”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心态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一定觉得很内疚。但是你试想，要被斩头的人还会跟刽子手说：“你斩吧，我会原谅你。”门洞在没有典礼的日子供民众通行。大楼的反面是骑兵卫队阅兵场，因为疫情的特殊时期，阅兵仪式暂停，以免吸引人潮。下一集我们穿过圣雅各皇家公园到白金汉宫找女皇。我是 Joyce， 我们下一集见。